一个合同审核 agent 能读合同，调业务系统，最后甚至可能提交订单。你给他加一条规则，到底是在改一个工作习惯，还是在改一套运行系统 ？BI 和 DeepSeek Harness 的分叉就在这里。看完这条，你能判断你的改动该写成一个扩展，还是该放进一套运行时。模型会决定下一步做什么，但它不会自己决定。它有没有资格读合同，能不能真的下单，失败以后该不该重试，这些问题不在模型里，他们在模型周围那套让它行动、留下记录又能被拦住的系统里。做独立 agent 时，最容易把3层东西混成一层。最里面是一次任务本身，模型、提示词、工具，还有这次任务看见的上下文都在这里。中间是 Harness 运行层，工具怎么接进来，任务断了怎么恢复，权限在哪一步拦，模型调工具以后怎么接着跑，都在这一层。它还决定模型究竟看见哪些工具结果，这些结果怎样写回上下文，下一轮又从哪里继续。最外面是组织控制层，谁能发起任务，不同客户的数据怎么隔离，系统密码怎么临时授权，出了问题怎么回看，谁来最后批准，都在这里。一段 Codex exec 加定时器已经能把日报竞品汇总代码检查跑起来，但它不会自动长出组织控制层。采购 agent 能看价格、看合同、提交订单，这3件事的风险完全不同。只在提示词里写一句请谨慎执行，挡不住真实动作。 PI 的想法很克制，他把核心做的比较小，把经常变化的部分留给你自己加。你可以用 TypeScript 扩展，在任务开始时加载项目规则，在工具调用前拦一下，在任务结束后写入检查记录，比如 agent 要改代码，你可以让他改数据库结构前线确认，改完一轮自动留下 Git checkpoint， 发布前再读一遍项目检查清单。这些变化都离日常工作很近，他们是在给现有工作台加抽屉，加一张纸条，加一个停止按钮。PI 没有把整个执行循环都拆开，让你随时换，这不是能力不够，而是它不要求每个使用者先理解一棵很大的运行时插件数，核心默认部件更少，排查问题时也更容易先分清是扩展写错了，还是业务工具本身返回错了。不过能加扩展不等于已经隔离好了。PI 明确没有内建 sandbox， 它的 Project Trust 只决定要不要加载项目里的扩展和配置，它不能阻止一个已经启动的 agent 去执行命令，所以无人值守的派不能直接放到有客户数据和长期密码的主机上，应该把它放进容器、虚拟机或者受策略控制的隔离环境，只给它这次任务需要的文件和凭据。PI 解决的是怎么把工作流调顺手，隔离、密钥和组织治理还要放在它外面。DeepSeek Harness 走得更深，它的主张是 Everything is a plugin， 模型连接方式、可用工具、绘画日志，连 agent 每一轮思考、调工具、看结果再继续的 loop 都可以换成模块，把它想成一块逻辑线板会更好理解。PI 让你往工作台里加抽屉， DeepSeek Harness 允许你拔掉一根线，换掉一个模块，再把整套运行方式重新接起来。做合同审核 agent 时，这会带来一个很实际的好处。模型准备读合同前，可以先看任务和人员权限；工具准备调业务系统前，可以核对合同编号、客户范围和审批状态。模型给出建议后，还能把看过的材料、调用过的工具和建议过程留下来。DeepSeek Harness 特别强调，模型真正看见过的内容要能从绘画日志里重新构建，这样恢复任务、回放过程和做审计才不会变成几套各记各的账。不同部门要用不同审批和沙箱，也可以换运行策略，而不是把每个业务 agent 重写一遍。DeepSeek Harness 用 Cordis 管理插件协作关系，再用 Profile 和 Bundle 组合一套运行环境。这些名字不需要背，你只要知道它的目标不是让你多装几个工具，而是让你重新组合工具、记录和执行循环。DeepSeek 自带的 Web 界面版本和无界面运行版本本身也是不同模块组合出来的结果，这也会带来成本。组件之间怎么依赖，模块替换后后台任务有没有留下来，升级会不会不兼容，都要有人负责。DeepSeek Harness 现在还是 Developer Preview， 官方也明确说过会有破坏性兼容变更，它值得研究和试验，但不能因为它模块很多就把它当成装上就能接管企业流程的平台，把2套东西放在一起，别问谁功能多，先问你到底要改什么。想让 agent 遵守团队习惯，派的 TypeScript 扩展就够近。想给一次任务加工具、提示词和项目规则，派也很好用。如果你要让不同部门使用不同执行策略，统一替换工具和记录方式，甚至改掉 agent loop， 你改的已经是运行时。DeepSeek Harness 把这些改动放在了插件化运行层，两边各有一个常见误区。有人只想做日报助手，却先搭了一座很重的平台；也有人已经让 agent 跨系统办事，接触客户数据，还把它当成一段普通定时脚本。工具没有替你判断责任边界。第一步，它只交付一份结果，每天汇总竞品，整理销售线索，检查代码仓库，都属于这一类。输入输出固定，人只负责看结果。这是用 Codex、Exact、Py 或自建脚本定时跑，完全合理。第二步，它进入一个工作流，客服 agent 要查订单，起草退款方案，再把高风险案例转给人工。研发 agent 要读需求，改代码，跑测试，提交候选修改。这时要先定义任务契约，他收到什么，能挑什么系统，输出怎么验收，失败交给谁。第三步，他服务多个部门、多个客户，甚至变成对外产品。重点就不再是模型会不会做，
而是每次执行能不能被管理。这一层至少要补6样东西：不同客户的数据和权限不能串 ，Agent 不拿长期密码，只拿这次任务允许的临时权限。任务要放进队列，失败后可以重跑，但不能重复扣费、重复发消息、重复下单。每次运行读了什么，做了什么，要留证据。团队还得看得到成本、耗时和返工率。遇到付款、删数据这类动作，系统必须停下来交给人。这6件事儿不是把一个插件装好就会出现，它们要由身份系统、凭据代理、任务队列、状态库、监控和审批流程一起承担。DeepSeek Harness 更接近这里需要的执行运行层，但企业还得自己把外面的组织控制层建起来。客户面对的应该是提交合同审核任务，得到带证据的审核结果。客户不该面对一棵插件树，所以最稳的起步方式很简单，先找一个小而可验证的任务，只让 Agent 交报告、草稿或候选修改。它要能随时停下，也要能让人看懂这一次到底做过什么。先把输入输出、最小权限、日志、失败通知和人工复核补齐。个人和小团队需要顺手的执行器，先看派，需要统一试验不同运行方式或者管理很多能力，再评估 DeepSeek Harness。业务系统只调用自己的任务接口，将来从 Codex CLI 换成 PI， 或者从 PI 换成 DeepSeek Harness， 换的是执行器，不是把业务流程推倒重来。先让一个低风险任务在最小权限下跑通，再决定要不要把运行时也改掉。把这条留给正在搭 Agent 的同事，先把责任范围画出来，再挑工具。我会把 AI 讲成业务里能用的判断。关注我，点赞、收藏，下次继续看。